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这个 RVC 的使用。RVC 的话，我们上一期也简单说了两句，它就是可以把一个声音克隆到另一段声音里面去，就是把声音替换掉。比如说一首歌，我们可以拿训练好的模型，然后去把歌里面的那个声音，把它替换成我们自己的这个模型，这就是它的一个用处。然后这个 RVC 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开源项目，这是它的页面，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它只是把这个 RVC 这个开源项目把它合并到这个工具里面了。如果说大家想使用这个最原版的这个工具的话，大家可以来这边来下载。然后它这边也提供了一键整合包，这官方提供的一键整合包，我们可以来下载来使用。它这个有针对 N 卡的，然后有针对 A 卡的。然后它这个原始界面是比较复杂的，大家可以看，这它原始界面的好多这种参数需要我们调整，这个非常的复杂的一个界面。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这个工具能用的话，还是使用这边，因为这边更方便一些。好，我们就进入正题。然后第一步，我们需要去准备我们的声音样本。这个声音样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直接关系到我们最终训练出来的效果怎么样。然后我这边事先准备了一些，我给大家听一下，这是我准备的10首歌，我们来随便选一个听一下。这是10首歌。然后这个声音样本下载下来之后，然后这边是不可以直接去使用的，它需要把这个人声还有背景音乐把它分离开。这边有个其他工具，我们来使用这边的工具来进行一个分离。然后我们选中这个目录，然后呢，我们这个识别模型，就大家就使用默认的这个就可以了，其他没有必要换。然后我们点开始就可以。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黑槽里面的消息，它这边会把这些10首歌曲全部去进行一个分离。人声和背景音乐的分离，这边我们等一下。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音频分离已经完成了。我们看一下最终的结果，大家可以点这个目录，把这回人声就分开了。我们听一下人声。就跟喧嚣烟雾里纯主角好，欲望没有何等人啊。好，这是我们最终分离出来的结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准备好了。然后大家可以把这个刚才分离出来的这些声音，把它拷到另一个文件夹里去，或者是你就保留在这里也可以啊。当然我这边的话把它拷出来了，放在 MV 这个文件夹里面。然后我们来选一下，翻回这个 RVC， 选中我们这个目录。好，这是我们准备的声音素材。下面这个预训练模型这边就不用去修改，保持默认，因为它现在只支持的一个模型，其他模型还不支持。然后这个模型名字的话，大家随便起。然后音高算法这个大家其实不需要大家改，就是它现在默认的一个算法呢，就是这个所有算法里面效果最好的。这边有这个问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说明。然后这边训练轮数200轮的话，就是效果已经很不错了我之前也训练了个200轮，出来的结果确实还不错。所以如果说大家只是想玩一玩的话，那么你训练个200轮其实就足够了。当然你需要更高的效果的话，那么你可以继续把这边去多一点，500或者1000，这样都是可以的。根据大家的需求去选择。我这边是为了演示方便，所以我们简单一些，我们先来个10轮。然后这边这一项的话还是老样子，就是这个数值越大，最终就是这边训练的速度就越快。当然这个对显存的要求越高，如果你显存不是很足够的话，那么你就不用改这个，或者是你还可以把它调小一些。这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模型保存频率根据你这边的训练轮数来，假如说你选的是200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必要5轮去保存一次，因为这个太频繁了。然后你这边你可以改成10或者是20，这样都是可以的，根据大家自己情况去选择。好，我们这个就是所有的准备工作就都做完了。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步一步来训练。首先第一步，点这个切割数据。大家注意看这个窗口这边，它会把这里面的10段的音频进行一个切割，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好，这样的话就是切割音频这边就做完了。然后我们来点特征提取。就这个特征的话，就是我给大家简单的就是稍微说一下，我们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声音里面有很多这种说法，低音啦、中音啦、高音啦，每个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它就是提取这些声音里面的这个特点。然后这边的话，翻回来说一下这个声音的准备。除了这个声音的量之外，我建议大家这个所有音频的量加起来在30分钟左右，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恰到好处的一个时长。
然后这个声音样本的选择呢，然后你要包括所有的这个声音，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低音啦、中音啦、高音啦，就尽量的把所有的这种情况呢都包含到里面。这样的话，你最终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才能适应性更强。就是不管你想克隆到什么东西上面，它都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做第3步，我这边稍微改少一点，这边我稍微加大一点。好，我们来开始训练。这边的话就稍微需要一点点时间，但是这个训练速度也不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训练完成了，我们这个第10轮的结果看一下，应该就是这个文件，这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如果你想要继续训练的话，那么正常来说，这边你要选择你刚才训练出来的那个文件，这边这是我们这个结果。然后你选择这个结果之后，这边继续加高这个轮数，点训练就可以接着训练。但是它这边因为这个模型它这边没法识别，这是这个我们需要等它后续去更新，所以这边你点这个的话就会报错。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这边我已经报错了，就是说这边是没有办法接着训练，所以这边训练的话大家需要一次性到位。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声音的克隆，然后大家选择这一项啊，我们先把刚才选好的这个声音模型把它选择过来。我们其实应该选这个，但是这个只有10轮嘛，这个效果肯定是很糟糕的。我之前训练了一个200轮的一个结果，我们来给大家看这个200轮的结果。好，我们用这个来做演示。然后这边有个克隆音频目录，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想把你训练的这个声音模型把它替换到什么东西里面。我们这边这个歌曲的选择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我们同样是需要进行这个伴奏和人声的分离，因为我们这边只是克隆的人的声音，背景音乐是不会被克隆的，所以我们先要把背景音乐去除掉啊，然后才可以进行这个音频的克隆。然后我们来看，还是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歌曲，总共是2首歌，一首是男的唱的，一首是女的唱的。这样我们来给大家做个演示。先来把这个音频目录选好，这个声音也是需要进行伴奏人声分离的，我们只需要纯粹的人声就可以了。所以在这边我们来选择，我们先来选择这个男的啊，然后我们选择好这个音频。这边这个变调需要给大家说一下，变调指的就是男的和女的来回变，因为我们训练的这个音频是女的啊，这个需要克隆的是男的，所以它是由男变女。这样的话我们需要把它调成12，因为这个女人的声音比男人的声音要高，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啊。如果你是由男的声音把它克隆到女的声音里面，那么这样的话你需要把它调成-12，这样效果才能好啊。我们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下12，然后其他这些大家不需要去修改，保持默认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点这个克隆来看一下结果啊，这边的运行我们需要稍微等一下。好，这样克隆完成了。同样我们再来一个克隆，我们把它调回到0，就是我们不去调整这个变调的一个结果，做一个对比，然后再来一次。克隆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声音。好，这是我们刚才克隆的2首歌曲，大家看这边后面这个数字啊，一个是0，一个是12，代表2个结果。我们先来听这个0的，这个0就代表我们没有调变调。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个大家听这个0，这个效果就不是那么理想。然后我们听这个12，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大家听到这个结果了，区别还是很明显的。然后我们这边调整好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做的是最后一步，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克隆出来的声音跟我们这些分离出来的伴奏把它合并到一起。然后合并这一步的话，大家可以用剪映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视频编辑工具啊，把它们拖到一起，然后再导出来就可以了。这一步的话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操作吧。刚才我们克隆这个是男的，我们选这个女的，然后我们再来一次，这些都不需要变化啊，这个把它调回0就行了，因为本身就是女变女，女变女的话这边就保持0就行了，没必要去动。好，我们再来克隆一次，克隆完了，我们来看结果。这是我们刚才这个幕后舞厅，大家来听一下。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没什么都没有说。大家听到一个声音了，声音其实还是不错的。然后我们所有要讲的内容就讲完了。本来是想给大家听一下我这边合成的一首歌曲，结果这个其实版权问题一直过不了，所以我这边就不给大家放了。
剩下的就大家自己去尝试吧。大家拜拜。